打我们啊！住手！别碰他们！臭妮子，我教育我老婆和孩子呢，管得着吗你？根据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者，情节恶劣的，处于2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给我等着啊！小朋友，长大之后要做个男子汉哦，记得惩恶扬善。娜娜姐，快走了，要迟到了。哦，原来她叫娜娜姐。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保护你。这就是证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竟敢偷拍我！你银行可是有大量的流水啊，我的当事人可是一概不知啊。每周都会有不同的女性进入你的房间。我这里还有一张你和姓高的女士在新西兰的结婚证。周先生，你身体吃得香吗？外面的野花是香，但是在婚内闻野花，那也算是重婚罪。审判长，这些证据均可以证明周先生在婚内隐瞒财产，涉嫌重婚罪。辩方对此还有什么话要说？臭娘们儿，你给我等着！下车！妈的，让你下车！你们几个是周氏派来的吧？周氏集团贪污受贿、偷税漏税，你们几个损坏我的私人财产，威胁我的人身安全，你们就不怕吃牢饭吗？虽然你们把监控遮挡了，但你们砸车的视频我可是拍下来了。我现在马上发给我同事，到时候我随时可以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你他妈吓唬谁呢？上！对不起，我来晚。他妈谁呀？就你才想英雄救美！我告诉他，你他妈给我等着！撤！这手套都磨破了，你得赔我一个。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问。你谁呀？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问。你谁呀你？哦，忘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莫尘，国际保镖学院毕业，搏击、自由散打、跆拳道、空手道样样精通。在网上看到冷冰律师招聘保镖的信息，所以前来面试一下。不知道刚才那波线下面试如何呀？小朋友，我并不喜欢这种借题发挥、突如其来的方式。想要应聘，等通知，去所里聊吧。也行。看什么呢？下车吧。不下了。
直接带我去你公司面试吧。你这小子脸皮倒够厚的。我是为了你着想，好不好？我来之前调查过你，你在网上为那些女人分财产、讨正义，他们的前夫恨不得将你生吃了。你在外面得罪了那么多仇家，随时会有危险的。这不用你管，下车吧，小朋友，姐姐还一堆事儿呢。姐姐，你这车窗开出去也看不清路啊，不如坐我新买的摩托车吧。敢坐吗？哼！谢了，小朋友，没有被录取，回去等通知吧。能不能不要叫人家小王？你还不能走。小朋友，你胆子挺大呀，敢对律师进行骚扰，我看你是迫不及待想蹲监狱了吧？啊？小朋友，你胆子挺大呀，敢对律师进行骚扰，我看你是迫不及待想去蹲监狱了。头盔很美。你这头盔挺好看的。冷律师，恭喜您又赢了一起离婚案。您作为金牌离婚律师呢，可是从来没有败过。请问您有什么窍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这就是永不言败的窍门。老律师，您办理了这么多离婚案，想必对自己的婚姻也会谨慎处理吧？我想代表网民。你谁啊？你凭什么代表网民？是给你叔书面委托了，还是聘请你当嘴替了？来，你这拿出来我看看。我是报社的，代表网民不用查。报社的也不能代表网民。哎，冷律师，听说您把您丈夫也给告了，马上就要打官司了吧？您对自己的离婚官司有信心吗？这是我的隐私，无可奉告。哎，冷律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冷律师，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说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住手！小崽子，你谁呀？你知不知道我哪个报社？一句话就能把网络暴露搞死你！大家快看，冷律师的丈夫吴幽峰先生过来了！大家快看，冷律师的丈夫吴幽峰先生过来了！老婆，找地方聊聊。马上就要开庭了，吴先生。在开庭之前，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交集。亲爱的，我错了，那天是我喝多了，是他故意勾引的我。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发誓。你发过的誓已经够多了，留着去跟法官说吧。冷冰，别以为你起了个冷冰的名字，你就能铁面无私、冷酷无情了。乔娜娜，我告诉你，你可别忘了，这间律所是我介绍你来的，我也能亲手把你给毁了。这场官司你是赢不了的。证据都在这里，我相信法官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你会觉得这证据我没有备份吗？乔娜娜，正能耐了是不是？没法硬找。再敢动我主人，我要你好看！怪不得要和我离婚呀，原来找了个小白脸呀。乔娜娜，这场离婚官司你输定了。小，太小了。小朋友，我比你大10岁，你居然敢调戏姐姐，信不信把你送进去？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冷冰是你的真实名字。少废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想做你贴身保镖，
你有什么目的啊？你保护婚姻受害者，我保护你，这就是一个职业保镖的目的。王所长，这位是哦，我是冷律师的贴身保镖。贴身保镖，贴身保镖还得贴身是吗？吴总，这几张照片是不是就能证明您前妻出轨了？你觉得呢？我觉得还行吧，多少还差点意思。你觉得法官都跟你一样准是吗？再给我多派些人，离我俩开庭的日子可不远了，一定要给我找到冷冰有效的处。帅哥，冷律师给你多钱雇你啊？要不我给你加点钱，你跟我呗。你谁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冷律师的同事王娜娜，你可以叫我娜娜姐。娜娜姐，快走了，要迟到了。哦，难道真的是他？可是他的眼神不太对啊。冷冰，你一个已婚妇女还想老牛吃嫩草，没想到被我捷足先登了吧？冷律师，把冷律师给我叫出来。冷律师，什么事儿？这个混蛋一晚上要了老娘3次，就给的这些冥币。冷律师，你看看，我要告他诈骗。好，那去办公室说吧。就在这里说，我不怕丢人。这位女士，你要搞清楚，法律只保护有合法收益的人，不信你可以去报警，看看到底谁干嘛。那如果诈骗不行的话，那我告他强奸行不行？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能算强奸呢？你是担心公安局年底完不成业绩，还是想要自我牺牲一下呀？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放过这个王八蛋。你没听人律师说吗？你情我愿的事凭什么算强奸呢？你怎么告啊？那天晚上你不是也舒服了吗？你凭什么就收钱呢？够了，这里是律师事务所，要吵出去吵。哎，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是你的客人。前天晚上我是你的客人。冷律师，原来你跟我是同行呀！是谁派你来污蔑我？不是，没人派我来。你忘了前天晚上云都酒店？再想想啊！哪来的野狗啊！再敢乱有人废了你的舌头！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才打我！我找个律师告你，哪个律师敢接这单子？你别告人家了，我换个律师继续告你。冷律师，来一下我办公室。前天晚上我是你的客人，云都酒店，你再想想啊！大哥，这回可以了吧？能算是嫂子的出轨证据了吧？算个屁！没有当晚冷冰在床上的照片和录音，这些都不算证据。主要是他新招了一个小保镖，那小屁孩出手确实挺狠的，要不是他，我早拿到有效证据了。你说咱要不要找个高手把他除掉？这样我再去啊，就好办了。没事儿，我已经找到能对付他的人了。谁？在哪儿呢？这不就是打我那个小保镖吗？忘了介绍，他叫莫尘，10几年前是我邻居。他继父进去后，他母亲就病重致逝了。后来我收养了他，把他送去了全球最好的保镖学院学习。现在毕业回国，是专门为我搜集冷兵出轨证据的。原来是一家人啊！吴总，你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小兄弟，你打我也太用力了吧！既然做戏，不得做真一点。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哥，我怀疑这个就是冷兵的出轨对象。王大林，所里的老油腻男，他不可能是冷兵的菜。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暂时没有。单凭这些证据，想要在法庭上赢他是远远不够的。莫尘，现在既然你已经接触到了那个负心女，那你就继续顺藤摸瓜，你自己就充当这个瓜。只要我有他足够的出轨证据，那他就休想从我这里分走一分钱。哥，这样做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吴总是你哥，让你上你上去玩的呗。让你上，你也不要真上。吴总，你这还想着破镜重圆呢？我破你妹！像她这种水性娘花的女人，在古代可是要进猪笼的。我现在让她净身出户，已经算是便宜她了。离开庭可就剩下2天了，赶紧去帮我拿证据，没有证据也要给我制造证据，明白了吗？我知道了，去吧。给我派几个人盯紧他。吴总，你还怕他真上钱嫂子？我是担心他太嫩了，保不定谁让他登了招聘保镖的信息呢？一个年轻、身手又好的小奶狗，我就不信他扛得住。冷冰，我一定会让你净身出户。哎，来了！哎，就送到这儿吧，几点下班了？让我再多陪你待一会儿吧。独居女性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你忘了车库的事儿了？我担心那个姓周的再过来找你麻烦。我家很安全的。那我这都保护你1天了，让我进去喝口水总行吧？也行，进来吧，你们带上。随便坐吗？莫尘，无人机已就位，现在可以找机会先下药了。能不能再等一下？我一定能够找到他出轨的证据。开庭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没时间等了，直接下药。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就今晚下药。别忘了，是我雇你上的保镖学院。你不是还想给你妈换好墓地吗？事成之后，我给你50万。自己倒吧，我还有工作要忙。机会来了，给他倒上。炸药。夫人，你也累了1天了，喝口水吧。嗯。莫尘，这水杯里面是什么？莫尘，这水杯里面是什么？啊，维生素 C 片啊！我不是保镖吗？不也得保护你身体健康不是？提高免疫力。我不需要这些，你刚才不是说你累了吗？你补吧。土货，又没化开你就给他了。实施第2套方案，让我先拍点有效证据。无人机起飞了，把窗帘想办法给我拉开。哎，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这滤纸都烂了，发臭了。我打开窗户透透气啊。干得漂亮！先把他引过来，跟他接吻，来点有效的画面证据。我不会呀，随便找个理由引过来他呀。你是专业的。怎么那么冷啊？这门咋关啊？拉了就关了。拉了呀，你过来帮我看看呗。怎么就关不上呢？这么一下不就关上了吗？你这个位置不错，门给挡住了，换个姿势。小弟弟，你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帮我保护一下当事人。我最近接了个家暴的案子，资料给你发一下。哎，
可我觉得最需要保护的人是你。我不用啊，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你得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我身体好得很。壁咚，快去壁咚！你的身体不只是属于你自己，那还属于谁呀？属于……属于谁？属于广大需要维权的当事人。你对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我对你的了解可不只是一点，是很多。那你说说我生日是什么时候？1993年7月1日，巨蟹座。1993年7月1日，巨蟹座。你不会是偷看我身份证了吧？那我的爱好呢？爱好跳舞、唱歌，还有打抱不平。爱好跳舞、唱歌，还有打抱不平。那我爱吃什么？你爱吃的是8分熟的澳洲牛排。爱吃8分熟的澳洲牛排。有机会我带你去西利亚桑格洛佩奇的西餐厅去吃。有机会我带你去西桑拿去。西利亚桑格洛佩奇。西湾桑拿跟小猪佩奇。你是不是想洗澡了呀？想洗澡回家去洗。你就说我够不够了解你吧。你还知道什么呀？算了，别磨叽了。我数3个数，你直接站起来，霸王硬上弓，往他身上扑。3、2、1，起！你要干什么？亲他，亲呀！灯怎么灭了？大哥，是隔壁楼上晃过去的。别停，晃死他们！走。这什么情况？一定是姓周的那个人干的。我去处理一下吧。哎，不用，只要我不理，他们就无计可施。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比这恶心的我都见过。这个只算是小儿科。不过你说你要贴身保护我，你在我身边，我确实感觉踏实些。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看还挺浪漫的？这么好的氛围，要不再来喝一杯？可是我不会喝酒啊。那咱们以水代酒吧。完了，要放哪个杯子里啊？算了，为了制造有效画面，随便挑一个吧。别停，给我晃到他们害怕。周哥，那娘们好像一点也不会害怕，还喝上了。什么？今晚给我轮班晃，他睡不了觉，晃到他趴了。哥几个差不多行了，别耽误我好事儿。你他妈谁呀？管我！我是对面那女律师的丈夫。哦，他男人呀，我找的就是他男人。哥几个，干他！误会了，我们老板的意思是，他是那个女律师的前夫。前夫？关你屁事！怎么找死！停，兄弟，都是误会。这样，我给你一笔钱，咱们和平解决。你别打扰我取证，行不行？行了，看你也不容易，咱们啊各拍各的。快看，这两个人亲嘴了！快，赶紧拍，都给我拍下来！快，赶紧拍，都给我拍下来！快！哎，不是我说，哥们儿，这真的是你媳妇儿吗？废话，只要不是我媳妇儿，我能这么高兴吗？哥们儿，看来你比我还苦呀。冷冰，你的苦日子要来了。
咱们法庭上见。法官大人，这是我方当事人和妻子一起签过的一份出轨协议，他有权保留所有财产不予划分。因为对方起诉我当事人，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证据，只是通过短信、微信的话，并不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有出轨行为。反而，我方当事人已掌握并收集了对方出轨的有效证据和证人。请证人出庭。尊敬的审判长，我是证人莫尘，我要证明冷律师，我要证明冷律师，她的丈夫吴佑波先生婚内出轨。你疯了！审判长，你别信他，他在胡说八道。恭喜！尊敬的审判长，我这里有吴佑波出轨的证据。宝贝儿，我想死你了！哎呀，别闹，车库不行吗？有什么不行啊？这车库又没人，我就喜欢你纯情的样子。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呀？我等不起你了。快啊！等那个二傻子拿到冷冰出轨的证据，我就稳赢了。不是，那个傻子他靠谱吗？当然靠谱了，他可是我花了大价才培养。一条狗嘛，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可真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有人！什么人？你吃里扒外的王八蛋！你忘了是谁把你养这么大的？审判长，这些东西还不能证明什么，这是他们两个联合在陷害我，我怀疑他们俩才是真对没腿。我和莫尘那是在演戏，倒是你让我大开眼界。这个里面有被告的开房记录，还有他出轨的证明，以及他给小三小四置购房产的证明，还有他非法侵占他人、破坏他人资产的证明。这些都是铁证，你还有什么要辩的？证据链清晰完整，本庭判决吴佑波因婚内出轨、伤人及转移资产等不良行为，情节恶劣，属于婚内过错方，只能分到婚前购置的小房子。你俩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对不起，我是吴佑波派过来。你说什么？但是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曾经有个姐姐告诉我，让我长大之后做成恶扬善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做过泯灭良知的事。但是当我知道吴佑波是个渣男后，我就决定要帮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让我帮帮你吧。怎么帮？我们一起演出戏。下车。不是，还在生气啊？你觉得我会放一个骗过我的人在身边吗？哎，我等你很久了，白眼狼。我花了这么多钱养你，你就这么对我呀？
你给狗一块骨头，狗会对你感恩戴德，但是我是人，我分得清楚对与错。你都说你是个人了，可你今天干的不是人事儿啊！你知道你欠我多少吗？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放心，我欠你的早晚会还给你。我不要早晚，我要你现在就还。既然做戏就得做真，你快点。对，你头微微动一下。你不是国际保镖学院毕业的吗？你不是很能打吗？怎么不还手呀？啊！我这次欠你的，应该还清了吧？我告诉你，你欠我，你这辈子都还不完。Never come my way. Better will someday. Never far away. 为什么不还手啊？我欠他的。你不欠任何人，我一定会找到监控，让吴佑波受到法律的制裁。证人不就在这儿？但是，我做你的律师。也行，你当我的律师，我做你的保镖，这样，咱俩谁也不用给谁开工资。你还真的有够贫嘴。这保镖也怕疼啊？保镖也是人呢。什么人？证人。那作为你的律师，我有权利保护证人。那个小房间就给你睡吧。看什么看？自己擦吧。我去给你收拾房间。拿着。谢谢。早点睡啊。晚安。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我比他小那么多，他应该只是把我当做弟弟吧？是我想多了。我是不是对这小子有点心动了？请坐，请坐，请坐啊！我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贵宾，他就是远辉集团的董事长。投资界的巨鳄李总，再次响起掌声。李总独具慧眼，觉得我们律师事务所十分有发展前景，最终决定为我们投资5000万，有请李总致辞。李氏集团的商业版图目前涉及了金融、科技、地产诸多领域，集团的发展就需要一支正规的法务团队。所以呢，今天我也保证在座的各位律师都能在各个方面帮助集团将利益最大化，将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我今天也保证在各位当中选出一位作为我们集团的法务总监，有没有谁愿意毛遂自荐呢？这位律师貌似对法务总监这个职位不太感兴趣。李总，我确实是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李总，我确实是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别误会，因为我是专打离婚官司的。这，开玩笑，开玩笑啊！离什么婚呢？大好的日子，这个李总为了今天这个庆祝今天喜庆的日子，
就那个租了一个特别大的宴会厅，一会儿大伙儿吃好喝好，好不好？感谢李总。李总，我要敬您一杯，不，我要敬您一壶，感谢您对我们律所的支持和鼓励。我代表大家祝您身体健康，先干为敬啊！王所，哎，好酒量啊！哎，不行不行，喝多了我也吐啊！有个电话，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冷律师好像不太爱讲话呀，要不我敬你一个？李总，这边应该我敬您，谢谢你投资我们律所。慢着，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拿饮料糊弄我们，可能不太合适吧？李总，我不会喝酒。冷律师这点面子都不给吗？我是真的不能喝，李总，我就以饮料代酒可以吗？这代表了我的诚意。行了，我来替他喝。你一个小臭保镖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催什么催？你等我把冷兵追到手，他能分到手的几千万不都是我的？到时候我肯定还给你们，不就是欠你们几千万吗？别打电话。哎，自己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听我的，和为贵，别伤了和气。来来来，那个莫尘，你松手啊！你松手！你松手！你松手！你干什么呢你？哎，这都是个误会啊！贵所好大的架势，这酒不喝也罢。李总，这资金咋不投了？哎，别，李总，你别生气，别生气，这是我们新来的员工，一点规矩都没懂，你怎么敢惹李总生气呢？赶紧过来，敬李总一杯。那不行，敬一壶。王所，这别说话。李总，李总，王总，我刚才说我不会喝酒啊，那是开玩笑的，我怕我的酒量啊吓到你们。今天我就陪你俩喝尽兴，这一杯我干了。有点意思。来，都把杯中酒干了啊！筷子动起来！你们说，下去吧。李总，这杯我可是必须得敬你啊！我又来敬你酒了。来，这杯我干了啊！祝咱们利益最大化，保险最小化。这词儿我喜欢。干杯！干！哎，好，你别吐这儿，也别吐这儿啊！有谁要是再敢让你喝那么多酒，我就告他。我先给你倒杯水去。你别走，你不是总叫我主人吗？那我今天命令你在这儿陪我。行，但是我在门口守着。不要，我这，你是不是喜欢我？拜托，你都看出来了，好吧？那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呀？说是不喜欢，说你不说，我就亲你。
我喜欢你。 우리의 아름다운 지난 날들이 걸려 있네. 我从见到你第一面就 우리는 觉得你 서로 特别坚强勇敢， 사람 곁에서 这件事情 기억해야 以后不要吵闹。我是你的保镖， 순간들 네가 있던 나를 기억해 할 수만 있다면 돌아가고 싶어 안녕 나의 어린 시절들 하지 못한 말이 남아서 할 수만 있다면 我去看一下。主人，你的眼神的确很像那位娜娜姐，冷冰到底是不是你的本名呀？小朋友，长大之后要做个男子汉哦，记得惩恶扬善。娜娜姐，快走了，要迟到了。哦，原来她叫娜娜姐。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还要保护你。闭嘴！敢跟我们叫板，混腻歪了吧？ 你们要干什么？你松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冷律师的同事王娜娜，你可以叫我娜娜姐。哥儿几个，不如给他拍点视频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犯罪！我是律师，我让你们把牢底坐穿！他嘴硬，别松手，别让他跑了！住手！放开他！住手！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赶紧给我滚！巧了，我还就喜欢多管闲事。哪来的怂蛋？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吗？就学人家英雄救美。上！小心！准备好了吗？大哥，这小子练过。大哥，什么策略？给我等着，没下撤！等着！走！沐晨，谢谢你。没事吧？我先扶你起来。疼！怎么了？我好像走不了路了。真的不用送你去医院吗？稍微休息一下就好。那我先走了。你能陪我一会儿吗？娜娜姐，你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救过一对被欺负的母子？那小男孩有个家暴的爸爸，最后你还鼓励了他。我高中见义勇为的事情太多了。所以，那就是你。他这么紧张这件事，看来这件事一定对他很重要。娜娜姐，我先走了，明天公司见。莫尘，娜娜姐，我看你呢，从来都不吃早饭，这样很容易低血糖的。这些巧克力啊，你就放在口袋里，什么时候不舒服了，吃一颗就好了。谢谢娜娜姐。可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干嘛对我这么好？我喜欢。好吃吗？好吃。那好，拿着。冷冰，你也有抢不过我的时候。进。主任，我决定以后每天晚上都要送你回家。昨天晚上我送你回家，从你家出来之后，我在路上碰到娜娜姐，
被3、4个壮汉围在小巷子里面。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的话，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主任，你怎么不讲话？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很难受？正好我给你带了西葫芦馅的饺子，这饺子可好吃，你尝尝。我不喜欢吃西葫芦馅的。那你喜欢吃什么馅的呀？我去给你买。巧克力馅的。巧克力馅的好像没有吧？啊，不过我这有巧克力，你吃不吃？滚！滚！干什么？你不是别浪费了。进展怎么样？非常顺利。我跟莫尘呢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他甚至把我当成了以前认识的那个人。哎，听起来他跟那个人关系可不一般呐。那就好，一切尽在掌握。王所，您昨天找的什么人呢？还真大呀！你看我这伤可得养好几天呢。哎，那做戏不得逼真吗？你没事，一会儿我给你转账。那就谢谢王所啦。哎，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接下来你得抓紧时间把墨尘拿下呀。那您是想这样我才有机会把冷冰拿下嘛。冷大律师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可要不得他。看见了吗？这种药能把他贞洁烈女也变成小绵羊。这么厉害呀？那当然。你能不能给我2颗呀？你要这干嘛？我啊，明白，给你2个。明白。我这药可贵了，劲儿大。莫尘，你怎么不去吃饭啊？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想着趁这会儿午休补一补。今天我生日，你晚上能陪我来家里吃顿晚饭吗？你看你睡得衣领都歪了。上班时间干嘛呢？这么闲吗？冰冰，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啊？哦，那我先走了。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好啊，上班时间谈恋爱，扣1个月工资。好啊。啊，对不起啊，莫尘，都怪我，害你被扣了工资。没关系的，不怪你，是他太不可理喻了。晚上你不是生日吗？我一定给你订一个大蛋糕。祝你身体健康，也没过生日，越长越漂亮，够漂亮。祝我们10年的同事友谊也没这么长时间了。祝我们吃吧。啊哦，你是真饿了呀？吃。愣着干嘛？吃啊！吃完赶紧回家了。
王大林，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虽然咱俩现在已经各自离婚了，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的想跟你说，咱俩不可能。但是呢，我心里还是很感谢你的。这样，以后呢，咱俩就做单纯的好同事，好不好？好。墨尘，今晚我一定要把你拿下。也不知道冰姐现在在干嘛呢？她不会真的看上那个老男人吧？墨尘，墨尘，你想什么呢？生日快乐！吹蜡烛吧。啊，你可能最近太累了，要不我们喝点酒吧？我去拿。你刚才家里的不好意思，我什么都没放。那你把它喝了。墨尘，我只是放了助情的东西，但我不是真的要害你。娜娜姐，你太让我失望了。墨尘，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刚才真的只是一时糊涂，你别生气。或许你能陪我过完生日再走，好吗？为什么你和我印象中的娜娜姐不太一样啊？你能试着接受我吗？就算是为了还当年的恩情，你可以试着喜欢我。看着挺烧，沉呢。I'm hot。哦，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怎么还打电话呢？我还有事儿，要先走。我的手机，哎呦，我还以为要买假的呢。哎呀，哎，终于等到这会儿。哎，等会儿，我再喝2口枸杞。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我先去洗个澡。真漂亮，太漂亮！哎，你说平时我也没机会离着这么近看你是吧？越看越漂亮。哎，你不挺能说的吗？说话呀！你说你也不说话，你也不拒绝，也不反抗，整的我还挺没意思的。不过漂亮还是真漂亮，你看这脸，这皮肤，这身材，不说话也没关系，我能让你说话。哈哈，亲一口。对，我在你手机里面装了 SOS 功能，只要它收到锁，就会自动开启。怎么睁眼？闭上。大理，你想干什么？你说我想干什么？哎，别走，别走！哎呀，
救命！放开我！小点声，放开！这是合法的，都离婚了哈。哎，救命啊！别喊，别喊，别喊！哎，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就这么完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咱们家得公平些。滚！你这就算是小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热呀，墨尘。好热。现在已经安全了，我是墨尘。好热啊，墨尘。走。我怎么会在这儿啊？先喝口水。我怎么会在这儿？昨天王大林想性侵你，待可我及时发现，阻止了他。王大林那个王八蛋，他居然这么想，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你怎么不去找你情人啊？为什么会在这儿？谁是我小情人？哦，原来你是吃醋了呀？我才没有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不用解释。那先送我回家吧。救救我！我是高嫁到李家的，我婆婆本来就很不喜欢我，羞辱我更是常态。我老公在我之前已经结了好几次婚，那些女人都因为生不出孩子被扫地出门，而我现在又得了肾炎。我婆婆和我老公都很生气，他们不想要一个可能生病的孩子，更不想要他们的长孙是由我这个病体生出来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污染了他们高贵的血脉。可是这个孩子已经有了心跳，我不舍得，我想保护他，可是他们一直在逼我打掉。我真的快承受不住了，我可以不要车子、房子、公司，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是想保护好我的孩子，你可以帮我吗？真是一群畜生！你放心，冷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能够保护住你的孩子，而且一定会尽全力。可是我怕他们……怕什么？这不有我的吗？还有我的。对，还有他呢，我的小狼狗保镖，他命中带肾，专这个。好，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一些，但生活设施还算齐全。你先在这儿暂住几天。谢谢，
谢谢你，这里真的很好。没事，我去给你取证件。冷律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别怕，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你在家里等我们。李总，冷律师还真是消息灵通呀！啊，什么消息啊？就是升职的事儿啊。本来是想明天到律所再通知你，嘿，没想到他今天就来了。升职？这个是李总提携你啊，还不赶紧谢谢李总？谢谢。不用。还是冷律师能力强啊！啊，我要是再升职的话，我不就当所长了吗？怎么，王所长，您这是要退休啊？哎，我现在才多大就退休，我还要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你升职啊，是要去海事分部当所长，在海事发展，前途无量啊！哎，海事可是我国最南边的城市。距离咱这边1000多公里，看来你们这是想赶我走啊！哎呦，冷律师，这是说了哪儿的话？我们是觉得呀，现在这个平台限制了你的发展，以你的能力，值得去更远、更好的城市发展。不好意思，李总，我不需要。冷冰，你可别胡闹啊！这么好的机会，你可得抓住啊！冷律师啊。如果你是舍不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的话，集团出钱啊，让他们跟你一块儿过去，包括这个小保镖，1分钱都不用出，只需要帮我在海事律师界站稳脚跟就行。您的条件确实是充满诱惑，但是我还需要5年，我要用5年的时间，让我们市的女性不要再受离婚的伤害。等我完成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帮助更多的女性。不行啊，你只有3天，3天之内你必须离开。李总，我跟您保证，用不上3天。你现在回家就去收拾行李，明天我马上给你送到机场。我不同意。我问你了吗？你不同意？哎，这一个小小的保镖，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啊！我不能去，这是为什么呀？李总，我接了一个离婚案子，我的当事人需要我。你指的是我老婆高露的案子？李总知情？当然，我老婆干了什么都一清。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聊聊案子。今天我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向你正式提起离婚诉讼。鲁斌，干什么呢？你怎么跟李总说话？这就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吃我的饭还要砸我的锅，这样好吗？李总，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我不是来故意跟您作对的，我只是作为一名律师，我需要维护我当事人的权益。权益？我只不过是让他把孩子打了，损失他什么权益？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女性享有自主生育权。不用跟我整这些专业名词儿。高露她有病，她不适合生孩子。我作为堂堂李氏集团的总裁，不允许她给我生一个有病的孩子。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我理解李总担心孩子未来的健康问题，但是这不能作为您逼迫妻子打胎的理由。您的妻子享有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我都说了她有病，有病生什么孩子？我都说了她有病，有病生什么孩子？李总，轻微的肾炎不是必须要终止妊娠的，很多情况下，合理的医疗干预是可以继续妊娠，并且生下健康的宝宝的。您不信的话，可以聘请医疗的团队来进行检测和判断，但是这不是你逼迫妻子终止妊娠的理由啊！你这样是严重侵犯了她的生育权，而且我个人认为，你这样也太自私了。
不愧是高级律师，你这张嘴啊，真是让人讨厌。我劝你还是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如果你执意要接高露的案件，那我就只能对你们律所撤资了。哎，李总，您别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他还是他什么都不。那个冷冰，你怎么回事？这可是咱们的投资人呢，你注意。李总跟律所的投资和我无关，我只在乎我的当事人，我要维护他的合法权。冷冰啊，那可是几千万的投资，你是不是想害这个律所破产呢？我今天话就撂在这儿了，这个案子我接定了。你要是接这个案子，就别干。好，我辞职。你什么意思你啊？王大力，我首先是一名律师，其次我才是律所的员工，在我这里，当事人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冷律师，我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李总，于情于理，这件事情都是您做错了。跟我讲这些废话，不就是离婚吗？好，反正高露她本来就不配做我的太太，更何况还得了这种不三不四的病，也是可怜。念在她跟了我这么久，100万，我会给她100万作为离婚补偿，但是前提是她必须得把孩子打掉。不好意思，李总，是我们不能答应。首先，身体是我当事人的，他有自由支配的权利，而且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个孩子他必须生下来。其次，财产分配是根据婚姻存续期间、存款、房产、公司股份，还有股票以及贵重物品的均等分配。这100万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吧。冷律师，你这么跟我说话，你考虑过后果吗？李总，我刚刚已经辞职了，这件案子是我个人接的，希望不要影响到你对律所的投资。哦，对了，高露女士已经被我保护起来，在开庭之前，请你不要骚扰我的当事人。就这么笃定吗？当然，我亲自接的。你指的是丰庭小区6栋1单元2302户吗？您怎么知道？算一算时间啊，我妈应该已经把她接回来。冷律师，你也在啊？高露，不是让你在公寓待着吗？怎么回来了？哎呦，我儿媳妇儿回自己的家，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冷律师，对不起啊。不用给我道歉，只要你安全就好。既然当事人都回来了，不如听听他怎么说吧。露露，说说吧。高露，没事，你说，我和莫尘会保护你，别害怕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儿媳妇儿，说。冷律师，不告了，我不离婚了。我想明白了，我要回来好好过日子。冷律师都听清楚了吧？高露，你怎么了？你早上不是这样说的呀。冷律师啊，你也是女人，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老婆。她现在啊正在孕期，情绪不是很稳定，而且啊还略微有一点点的抑郁，经常会胡说八道。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但是你放心啊，你的咨询费我会1分不少的按时结给你的。不会影响你挣钱的啊！李总，这不是钱的事儿。高露，你真的想清楚了吗？高露，我是律师，我不会害你的。你要相信我，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的，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小丫头，你这话说的，人常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亲。你这不是逼我儿媳妇儿离婚了吗？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高露，我是在帮你。冷律师，不离了。
冷冰，冷冰，你别走。刚才你说的不是气话吧？你闭嘴！昨天的事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昨天我是喝多了，那都是误会。误会是吧？那我们之后新账旧账一起算。哎，听我说。哎，这女人实在太过分了，耍我们玩呢。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劲吗？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那个高露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这李总是表面上坏，这高露呢是背地里装可怜，还不是为了钱啊？高露不是这样的。她怎么不是了？早上哭着闹着求我们要离婚，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结果呢，一转眼跟着婆婆回家了。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呢？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是替你生气，你又为了他把工作都给丢了，而他呢背刺你。我觉得他一定有苦衷，或许是被别人威胁。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呀？我跟你说这么多，你能理解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一位准妈妈抱有恶意呢？准妈妈，我看他明天就能把孩子给打了。他只是不想放弃过富太太的生活罢了。什么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莫尘，你太让我失望了。一个母亲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的。她早上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来求助我的。她得有多坚强，才能摆脱李总和她婆婆的控制？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她，才让她又回到那个如同深渊一样的家。我们应该反省自己，而不是一味的责怪当事人。你到底知不知道一个作为律师的责任？不明白。行了。我只是在意你，其他人我都不想。对我来说，惩恶扬善，拯救别人于水火之中，才是最重要的事。好，冷大律师可以开车了吗？冷律师，这是今早的新案子，王所让把资料交给你。这也需要您签个字。我已经离职了，这些工作交给同事做。哦，对了，还有一些资料我已经存云盘里了。离职？什么情况？您干得好好的。冰冰不用走，你俩走。哎呀，冰冰，李总都已经说了，只要你不管人家的家里事儿，他可以当做所有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你也不用离职。如果我说这件事另有隐情呢？如果我非要干才清楚，你是不是很担心你的投资啊？担心，特别担心。哎，你让我说完呢，这高露都已经撤诉了，是不是？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再说了，你这离职倒简单，连个报告都不打。我告诉你，我不同意。我怀疑高露是被人逼撤诉的。我作为职业律师，我有权去调查清楚。你调查什么呀？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小的律师，你以为你是个法官，是个警察吗？啊，你哪有什么能力查真相啊？王大林，这是侮辱律师2个字。律师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败类？哎，冷冰，你别走，冷冰，冷冰，你别得寸进尺。冷律师，您不能走。你等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都需要你。各位同仁，我冷冰自从进入律所以来，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从来没有践踏过法律。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地方，它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不是阴谋加犯罪的帮凶。如果我们赚的是黑心钱，睡得着觉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我冷冰做不到，我做不到向无耻小人低头，我做不到向虚伪的烂人低头，我更做不到向金钱权势低头。想想你们进这个律所的初衷，想想你们宣读过的誓言，如果想要维护正义的，就跟我走。只要我冷冰有一口饭吃，绝对不会亏待大家。我想去趟厕所，不好意思。那个，我也去个厕所。我也去上个厕所。 힘겹게 두 눈을 떴을 때 여전히 나는 혼자였고 도저히 익숙해질 수가 없었던 똑같은 法律是公平的守护者，律师是法治的使者。我只是在做律师应该做的事。我相信我没做错。
我已经看到最新的资料。行，那你到时候把资料发我一下吧，我看一下。好。 내일은 언제나 저 멀리에 있기에 두 팔을 벌려 날 안아줘你这个叫私闯民宅，你知道吗？密码是你告诉我的，谁让你没开？你还真是个流氓啊！为什么你每次都是大半夜出现在我家？我还不是怕你出事儿。好好的在家里能出什么事儿吗？我今天出的最大的事儿就是差点被你看过。你能不能不要再为你的鲁莽找借口了？我鲁莽？你也不想想之前那么多次到底是谁救的你？你这手机警报一响，我恨不得立马出现，结果到了。 你这么说我，不小心把手机摔地上了，没事。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上次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你就被王大林那个王八蛋给欺负了。我一路上闯了好几个红绿灯，就是想着再快点，再快点。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行吗？反正我现在是不需要你的保护。好，好，好，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呗。等等。 闯红灯是违法行为，记得去交罚款啊！你既然不需要我的保护了，那就把你手机上的报警软件给我卸了，省得我再白跑一趟。哎，我自己会卸。救命！他们要害我！冷律师，请原谅我不能亲口说出这些话。 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将我关在家里。那天离开公寓是我做过最错的选择。婆婆说只要我回家就可以留下孩子，没想到是哄骗我的借口。对不起，我不该轻信别人。冷律师，如果还有一丝丝希望，恳请你救救我的孩子。这是在病人衣服里发现的一封信，上面有您电话，所以我打电话叫您过来了。护士。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病人服用了大量的打胎药，子宫大出血造成了失血性休克，还引发了一些电解质紊乱、肾肝功能损坏，多处器官都在衰竭中，随时有可能死亡。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他还能醒吗？情况好的话，过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就醒了。如果3天内都醒不过来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脑缺氧、脑损伤等情况，到时候可能真的就无法苏醒了。谢谢护士。 对不起，你没有错，不用自责，肯定是姓李的那帮人搞的鬼。我作为一名律师，没有办法保护好我的当事人，我简直是大错特错，不可饶恕。我应该听你的，暗中保护他才是。我们都有错，但是现在不是灰心丧气的时候。你说的对，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会永远站在你的身边。3天，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 这一次必须赢！我作为高露女士的委托代理人，代表其向李先生提出离婚诉讼，并就以李先生涉嫌故意伤害、侵犯他人生育权和故意杀人罪提出控告。请允许我先询问一下，为何今天原告不在场？我国民事诉讼奉行不告不理原则。 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主体，原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民事诉讼的行为，视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法院可以裁决按诉讼处理。冷律师，当事人都不来，你还告什么？我的当事人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啊？我相信李先生比我更清楚。审判长，我的当事人高露女士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我作为她的代理律师，我有权代表她出庭。 审判长，我方申请驳回原告的所有起诉，这一切都是杜撰出来的，是想往我当事人身上泼脏水。原告还有其他证据材料吗？这个是我当事人的孕检报告和医院流产的挂号单，里面还有一份报警记录。记录上说，在11月11日凌晨，我的当事人曾经拨打过报警电话求助。她声称她的丈夫李先生逼迫她喝下堕胎药。
但是当时电话突然挂掉，警方回拨的时候却是李先生接的电话。他说高女士因为做噩梦而拨来了这个电话，他用这种荒唐的借口搪塞警方，这就说明李先生曾经多次逼迫我的当事人高女士打掉孩子，侵犯了我当事人的生育权。现在仅仅过去了1个月，我的当事人就因为服用了大量自制堕胎药而进入了医院，并且失去了自己的乳肉。所以我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李先生就是罪魁祸首，并且他涉嫌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想，冷律师，法庭靠的是证据，不是推理。你以为自己是柯南啊？如果这些都不够，那监控呢？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曾经跟我说过，他所住的别墅里每一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他向我形容，他像是活在楚门的世界里，每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但是当我和警方去取证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监控都被拆除，所有的视频素材都在，但偏偏高女士出事那天的视频素材丢失了。我想请问李先生，为什么偏偏在那天出事之后就拆除了监控？又为什么偏偏那天的素材丢失了呢？这些与本案有关系吗？当然有关。如果回答不上来，那我有理由怀疑，那就证明他心里有鬼，否则怎么解释？我的当事人乃是上市集团的董事长，身居高位，每天有多少人盯着他的位置？家中的那些监控就是给那些坏人可乘之机的漏洞。难道要等到黑客盗取李先生的机密后再拆掉吗？我的当事人捍卫自己的隐私，保护自己辛苦打拼积累的一切，拆掉监控，这有错吗？你怎么能凭借这一点对我的当事人妄加猜忌和指责？那为什么之前不保护，偏偏这么巧在高女士出事的时候就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了？冷律师，你搞清楚，我的当事人在自己的家里，想安监控就安，想拆就拆，这犯什么法？你把法条给我背着听着。我方当事人和妻子结婚多年，感情依旧十分。高女士有什么提出离婚的理由？冷律师，你不能因为自己是金牌律师，就让身边所有人都离婚吧？你的感情生活不美满，就嫉妒别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都是没有。对方律师，请不要提起本案之外的事情，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抑郁。那你倒是把证据拿。原告还有其他证据材料吗？真相是如何，一会儿就先分享了。尊敬的审判长，我请求证人出庭作证。准许证人出庭，传证人到场。同意证人到庭，传证人到场。证人呢？冷律师，这是法庭，不是你胡言乱语、开玩笑的地方。审判长，抱歉，我的证人应该是身体不舒服，可能到不了现场。若原告没有证据，那就暂时休庭。哎，等等，审判长，这是医院的病理报告，上面显示，在我的当事人服用了大量自制堕胎药之后，大出血乃至中毒，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刚才说过一遍的话，不必重复了。对方律师，一个20多岁、没有精神疾病且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如果不是受他人逼迫，为什么会服用大量自制的堕胎药？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她自己不想要孩子了，又不懂医学，在家自制堕胎药喝多了呗。现在外卖这么发达，根本就不可能。我这里有高露女士来找我求助时候的录音，她曾经跟我说过，她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她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一个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的母亲，她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我还是那句话，请你拿出证据来。这是法医出具的验伤报告，上面显示我的当事人的手腕、脚腕都有束缚伤，这些束缚伤是用绳子或者布料捆绑造成的，而且他身上还有多处深浅不一的软组织挫伤，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受到了限制人身自由的伤害，甚至遭到了非法拘禁。我合理的怀疑，造成我当事人昏迷不醒的堕胎药，就是李先生逼着他喝下去。被告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据和主张，是否需要辩驳和解释？是，我们龙律师，对不起，是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老婆。我老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她特别的爱我，也特别的爱我们的孩子。都怪我平常工作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他，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孕期抑郁症。他经常会胡言乱语，甚至会有伤害自己的行为。为了不伤害到宝宝，在睡前他会把自己的胳膊跟腿绑起来，都怪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冷律师，你不能因为需要拖延时间就质疑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她，没有人。你这就是在胡说八道！请冷律师不要对我的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高女士在孕期的时候出现了抑郁和自残的倾向？那你又凭什么说没有？请你拿出证据来。谁说我没有证据？这就是你们伤害高女士的证据。哎呀，我以为是什么证据，那只不过是我们在玩游戏而已。什么游戏会说出要害人这种话？冷律师，该不会是连狼人杀游戏都没玩过吧？平常工作再忙，也要放松放松自己吧。当时我们在跟露露玩这个狼人杀的游戏，她是被巫婆下了毒药。才会玩，给你发信息啊，让你救他，意思啊是让你帮他找出狼人而已。那为什么发完之后马上又撤回了呢？而且为什么一会儿高女士就进医院了？冷律师，你日理万机，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呢？至于露露进医院的细节，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有一个紧急会议，回公司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们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调取我们公司的监控录像都行。10点，我确确实实是在医院。你怎么记得是晚上10点？冷律师，你该不会真的自己以为自己是福尔摩斯吧？能够通过放大别人的一两句话就能找到线索？拜托，我们这是日常生活，不是在演电影。是我妈打电话送露露去的医院，我当然知道是几点啦。你有证据证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冷律师，同样的话，我也想问你，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一项证据能够明确的指认是我害了我老产大出血，婚姻没推理和猜想？你知不知道这一会儿的时间耽误我挣多少钱了？如果没有证据，你就回家自己去玩你的推理游戏吧，没有时间陪你这么玩，好不好？尊敬的审判长大人，由于原告律师无法提供证明他假想的任何证据和证据，我恳请终止审理。同意。因原告方证据不足，起诉被驳回。退庭。退庭。等一下。证人到。请证人明确你的姓名、职业等身份信息。我叫刘青，是李先生跟高小姐家的保姆。胡说，根本就不认识你！审判长，他不是我们家保姆，我不认识他。安静！证人，请如实陈述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得隐瞒或歪曲事实。若证词前后矛盾，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我肯定不会骗人的。想清楚了再说。被告，请注意你的言行，这里是法庭。我真的是李先生家的保姆，我在李先生家10几年了。高小姐是我见过最好的太太。高小姐是我见过最好的太太，在家总是跟我抢着活干，还经常送我一些名贵的东西。
我对不起太太。前几天先生给了我一笔钱，让我给太太买一些藏红花、当归还有螃蟹的东西。说是太太最近心情不好，气血结瘀，让我给她调理调理。然后我就变着法儿的给太太做吃的。前几天先生跟太太吵架，我才知道太太怀孕了，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我还给太太做了那么多活血化瘀、止寒的东西，是我害了太太。太太现在身体一定很虚弱。前几天，李先生的妈妈，王姐，又给了我一大包藏红花，说是让我给太太熬鸡汤，泡脚能去湿寒，是他们老家的偏方。我一个打工的，只能照做。那天煲汤的时候，王姐突然进到厨房，给锅里面扔了几节生了锈的电池。我吓得赶紧把火关了。王姐说这个也是中药材的一种，我不敢反驳，把汤倒到碗里就下班了。后来走得太急，才发现忘了拿钥匙。我赶回别墅的时候，我发现太太的手脚被捆着在地上挣扎，王姐死死地按着他，李先生在给他嘴里不停地灌鸡汤。后来听说太太进了医院，我连夜辞了职。冷律师，对不起，我答应你出庭作证的，但是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害怕李先生报复我。对不起，对不起，冷律师，我来晚了。不晚，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本庭宣判，全体起立。李安故意伤害妻子高露的身体，导致其流产并大出血，现依旧昏迷不醒，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王淑芳出手加害，也按故意伤害罪进行量刑，庭后立即执行。你不能走，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担不起这个责任。高露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医生说她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难道你想过几天听到她死讯之后才后悔？你说的都对，但李先生有权有势的，我斗不过他，捏死我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他连太太都敢加害，我今天替太太作证，那明天谁替我作证？我有母亲，我有女儿，我出事了。你让他们怎么？高露也是女儿，她甚至差点成为了一个母亲。我想你作为母亲，应该最能体会到母亲对于孩子的爱。高露她肯定想过无数种方式迎接自己的孩子的到来，但是她偏偏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孩子一起躺到冰冷的手术室里，本该活蹦乱跳的孩子，变成一滩血水。你的正业，可能不是唯一救他的希望。但是你想忍心看着一名孩子不明不白的死去吗？你的勇敢不仅仅是为了高露，更是为了成千上万个母亲和那无法开口为自己伸冤的新生命。你放心，法庭会保护郑然，我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和你家人的安全。你们要干什么？内外勾结，中饱私囊，是非不分，无耻之徒。作为老板，压榨下属；作为律师，偷吃回扣。和他废什么话？举报，把他卫士执照吊销。法律是讲究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就是诽谤。我要去举报你们。我已经帮你举报。王律师，关于举报你的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了，跟我们走一趟吧。高露，
我们赢了，那帮人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只是不知道有多久能醒过来。你已经做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必自责。我准备卖掉房子。怎么这么突然？那个房子本来就不安全，住着也不放心，不如卖掉。以后看心情，想住哪就住哪。还有富裕的钱，我想成立一个妇女保护会，只要高露还有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她。看来你已经想好了。我们出去吧，别打扰她休息了。女士，这是高露女士的住院清单，麻烦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麻烦在这边签个字。乔娜娜，